有冇搞錯？今日咧呢一次同大家講下呢個中國有間好大公司啊，叫娃哈哈，係主要賣礦泉水啊、飲品啊、茶飲啊啲即係瓶裝嘅嗰啲嘢嘅。咁喺中國咧係算兩間比較大嘅公司其中之一啦。主要講呢間公司咧，主要係最近佢即係下邊嘅人爭奪呢個遺產爭產嘅呢個狗血劇非常之精彩啦，即係比較即係同大家講下。後邊咧當然就係俾我哋可以睇到而家中國好多嘅外國商人係咩回事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一個問題一個現象啦。呢個娃哈哈咧係一個叫鐘慶後呢位人士係浙江人嚟嘅，係佢創立嘅，真係白手起家賣水賣到即係好犀利。當然就呢一間公司係好大。最近咧點解即係都同香港有關嘅？因為佢有兩個仔一個女就而家喺香港同埋杭州嘅喺香港嘅最高法院同埋杭州嘅一間法院咧就起訴，就話要兩樣嘢喺香港咧就攞翻佢家族基金嘅18億美金嘅部分佢哋嘅部分，因為佢哋係呢個鐘慶後就係呢個人嘅仔，兩個仔一個女喺杭州嗰邊起訴咧，就係佢哋係擁有鐘家持有嘅29%嘅娃哈哈嘅股份，29點幾嘅股份。嗰個值幾多錢咧？因為娃哈哈未上市嘅，但係佢同另外一間公司啦，農夫山泉咧就係差唔多咁啦。我哋就按照農夫山泉嚟計啦。農夫山泉喺香港上市，喺香港上市啦，而家市值大概係560億美金。29即係30%啦。你就算佢差唔多，你估差唔多咁樣計法30%幾咧就係差唔多150幾億美金。150億加18億，即係168億美金。你要同呢個娃哈哈嘅創始人嘅鐘慶後嘅大女叫做鐘福利鐘福利離婚分所有呢啲錢嘅，當然係一個巨大嘅筆錢啦160幾億美金係一筆大錢嚟嘅，係嘛？差唔多都係即係千幾億1500幾億嘅1300-400億差唔多冇計港紙嘅，要分。呢個本身係一個富豪家族嘅一件事嘅，但係點解會變成大家咁關注喺中國大陸而家炒到好犀利嘅，咁關注有幾件嘢。第一件嘢咧就係呢個鐘慶後。鐘慶後2013年佢以前係中國政協委員嚟嘅係杭州嗰邊一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唔係好多政協委員覺得自己好犀利嘅。鐘慶後都係政協委員。佢喺一個採訪裏邊講佢話佢係一個2013年佢話好愛國嘅，愛國咧佢就放棄咗全家人放棄咗呢個美國嘅綠卡，翻去中國喺中國佢又唔會移民嘅，喺中國咧就即係愛國人士啦，就變成呢個即係所有人佢話佢好簡樸嘅，佢又係好簡樸。
佢從嚟都唔着咩名牌啊，着鞋都係布鞋，係咪？係着衫啊，一年啊，佢使嘅錢最多50,000蚊人民幣，真係好簡樸啊！因為佢百幾億身家㗎嘛，美金係嘛，千幾億人民幣嘅身家，咁啊，即係一年咧，即係使用呢個50,000蚊人民幣，係咪？即係聽起嚟真係好犀利啦，係咪？又愛國又簡樸，好犀利！你變成一個中國一個愛國嘅一個商人，呢個仲唔要緊嚇，即係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咧係舊年2024年嘅2月份，鍾慶後啊就過咗身，咁啊佢所有嘅身家就俾咗佢嘅大女叫鍾福利，鍾福利咧係佢原配啊，即係第一個太太生嘅啊。咁啊喺所有嘅中國人其實都唔知道，原嚟咧佢離婚又結婚嘅。咁啊呢個咧究竟係咩回事？中國承唔承認？因為據說佢係喺美國結婚嘅，因為佢同佢老婆有冇離婚，喺邊度離婚，完全冇資料啊。但係佢俾所有人嘅形象係有公開嘅形象，愛國愛家，係一個老婆一個女啊，簡樸，整個咁大間公司係咪？即係對即係員工又好，即係所以好多人話呢個人真係一個愛國商人啊，即係一個好嘅商人，係一個 model 嚟嘅，中國商人嘅 model 嚟嘅。咁啊，2024年佢過咗身。佢所有嘅財產就俾咗呢個鍾福利，即係佢嘅女。佢呢個女咧，1988年出世嘅，讀書去美國讀書，喺加州一間大學讀書。據說曾經入咗美國籍，因為時間耐啊嘛，係入咗美國籍。但係咧，為咗生意又翻去中國。佢翻去中國之後又放棄美國籍，都係愛國，變成一個標籤啦。放棄美國籍，所以咧，鍾慶後話：我哋全家人而家都冇愛國綠卡啦，都冇呢個愛國咩啦，咁啊就變成一個愛國嘅。咁啊，所以2024年嘅時候，當鍾慶後過咗身之後，鍾福利接咗呢間公司之後，中國網絡上邊就發展出一個專門針對農夫山泉嘅大行動，喺網上邊好犀利。原因就好簡單，因為農夫山泉都係即係自然嘅咩礦泉水啊。礦泉水佢嘅包裝上邊有一個太陽，哇！即係所有人都話呢個點啊？日本你係日本鬼子嘅呢個走狗唔愛國。你點可以整一個日本嘅國旗喺呢個包裝上邊咧？其實佢嗰個咧根本都唔係一個日本國旗嚟嘅，即係佢係一個畫面，因為佢係農夫山泉，佢想表達嗰個設計想表達好自然，有幾個山，有一個太陽，但係嗰個太陽畫嘅係紅色嘅，咁啊你就單獨將嗰個太陽攞出嚟，呢日本嘅國旗咁啊，所以就講佢呢樣嘢。另外就話呢個農夫山泉嘅老細鍾閃閃原嚟佢嘅仔喺美國嘅，喺美國讀書就喺美國入咗美國籍，可能即係所以我哋買咗佢嘅水呢個資產咧，以後就變成美國人嘅資產啦。所以全中國網絡上邊愛國熱情嘅大爆發嘅，係咪？即係所有人就去喺網上邊就拍咗好多條片，就話我哋要飲水咧，一定唔可以飲呢個農夫山泉，我哋一定要飲呢個娃哈哈嘅。當然有冇影響？當然有影響嚇。喺一段時間喺香港股市，因為佢係上市啊嘛，因為佢嘅銷售受到影響，所以佢股市嘅市值少咗幾百億。即係港紙啦，少咗幾百億港紙，當然係有損失嘅。但係呢啲問題咧，當然唔會即係拖太長嘅時間。但係嗰一段時間係有咁樣一件事，就係舊年一年之前，所有人都好多人就講
呢個大行動背後就係呢個鍾福利，就係呢個鍾慶後嘅大女，佢喺中國搞嘅呢樣嘢，玩商業，包裝成政治，包裝成為愛國去做呢樣嘢。好啦，而家鍾慶後本人而家爆晒出嚟啦，除咗鍾福利之外，即係接咗娃哈哈嘅呢個產業呢個人之外咧，起碼有3個仔，2個仔一個女係美國國籍嘅。原嚟佢以前就同一個叫杜建英嘅一個女士咧，就生咗3個仔女。另外仲有唔單止另外同3個女人仲生咗3個，而家唔知係仔定係女因為其實係有嘅。另外3個，其中有1個大家知道係美國，應該都入咗美國籍嘅啦另外嗰2個我估唔係喺美國就係加拿大呢啲地方嘅，一定喺外國嘅。當然鍾慶後咧就冇問題嘅，俾錢啊嘛，係咪？即係你有幾百億身家，你俾啲錢喺美國呢啲生活可以過得好好，所以佢一個咩鍾繼成鍾繼昌就係佢而家打官司嗰2個仔，美國嘅國籍嘅仔咧，呢2個人都係美國好好大學畢業嘅，佢另外嗰個女都係美國好好大學畢業嘅。咁當然真係有錢啊嘛，有錢咧即係可以做好多嘢嘅。咁而家就大家就講，即係當年受呢個娃哈哈嘅影響，即係全網去鬧呢個，全部都係小粉紅鬧呢個農夫山泉呢一班人，而家出嚟道歉啦！哇，原來我哋受騙我哋上當係咪俾人哋利用大佬而家呢啲被利用嘅係咪？即係好多，唔係一般嘅少唔係即係好鬼多，而唔係一個，亦唔單止係一間公司咁其實呢個係中國社會係一個好成熟嘅一個套路，就係所有嘅經濟問題、所有嘅爭論，全部將佢政治化。一政治化之後咧，就一定會有好處一定可以搞到咧，即係比較容易。呢農夫山泉同埋娃哈哈嘅做法，大家都知，就係用呢一種方法嘅。好，你講下呢個劇情係咩回事？而家咧，我哋睇到嘅資料係咁樣嘅。當鍾慶後即係可能最後佢知道自己可能唔係即係可能要死咁一定有遺囑啦。遺囑咧就係喺香港設立咗一個家族嘅基金，有18億美金。呢個家族嘅基金咧就係包括係俾海外呢啲仔女嘅，即係美國呢幾個人。公司嘅全部股份就俾呢個鍾福利，就係佢呢個大女啦。大家都同意，全部都同意。但係咧，呢個大女等佢爸爸過咗身之後，佢上嚟之後，佢控制咗娃哈哈嘅呢個大權啦，控制咗家族公司之後，佢將呢18億美金嘅家族基金就抽咗攞走咗，即係等於其他嘅呢啲仔女呢3個啦，起碼攞唔到錢啦，冇錢啊嘛佢因為佢可以做決定，佢抽走咗，可能做另外啲嘢啦。所以呢3個人
呢三個美國籍嘅仔女而家嬲起身，就喺香港告佢你要攞翻啲18億嘅錢，你要分俾我哋18億美金啊，唔係港紙啊，18億美金俾。另外，你既然你做初一，我做15啦，去杭州告佢，因為你嘅死咗之後，你要子女要繼承噶嘛。咁我繼承你嘅財產就唔單止呢個家族基金啊，要加埋呢個娃哈哈嘅所有嘅股份，咁就係29點幾，29點幾嘅呢個娃哈哈嘅股份都要同你分，全部都要分。咁一分之後咧，你知道我哋頭先講啦，差唔多幾多啊？18億加埋29%嘅股份差額，就算係30%啦，係咪？就大概160幾億、170億美金，全部同你分。咁而家呢個官司打成點啊？冇人知啊！其實大家都唔係好關心，因為最關心就係呢一件事後邊發生乜嘢。我哋講鍾慶後點解要做呢樣嘢呢？鍾慶後本人係出身都係唔係即係有咩背景嘅？佢阿爺咧係即係曾經喺東北做呢個張學良佢老豆張學良佢老豆即係以前北洋軍閥呢個喺東北嘅一個財政部長嚟嘅，曾經做到即係大官啦。佢鍾慶後佢阿爺。咁佢嘅老豆都係以前國民政府裏邊都係做一個職員啦。即係49年之後，當然呢啲人咧就唔會有咩前途啦。所以佢就喺浙江嘅一個鹽廠裏邊咧就做工人嘅。呢個鍾慶後，但係呢啲人咧因為佢聰明，改革開放之後咧佢就開始做佢嘅自己生意，就做呢個礦泉水、純淨水加埋其他。因為我呢個年紀，因為我離開中國好早啊，90年代91年我已經走啦。就真係唔知道娃哈哈呢個產品嘅。但係我問過啲小朋友由中國出嚟，所有人都知道娃哈哈嘅，因為佢有咩鈣奶即係牛奶咩產品即係佢賣到好犀利嘅，所以呢一間公司就算係做得好成功嘅。嗰個鍾閃閃即係農夫山泉嗰個係以前係佢嘅銷售嘅總監嚟嘅，即係佢一睇生意咁好，佢自己做埋一份，即係等於係2間公司，一個農夫山泉，一個娃哈哈，即係2個人，等於係即係2間公司都係做一個同樣嘅生意，都係做瓶裝水嘅呢個生意。到2008年嗰時咧，有一間法國嘅公司就想收購娃哈哈，因為佢可以咩咧？佢可以向呢個其他嘅，即係譬如話呢個佢嘅股權股權而家係咁樣，46%係杭州市上城區政府持有嘅，即係股份46%。佢本人咧持有29%，佢嘅公司員工咧持有24點幾，即係加埋100%啦。當然即係呢個法國公司叫達能公司就想收呢個股份，呢邊買啲，嗰邊買啲，係咪就變成大股東可以即係控制呢一間公司。當然啦，呢個鍾慶後咧就要同佢爭呢樣嘢佢為咗同呢個法國公司要爭政府嗰邊有股份冇賣俾法國人啦，係咪？員工嗰邊大家冇賣俾呢個法國人如果賣俾法國人，呢間公司就唔係中國公司啦，係法國公司啦。所以佢打出嚟所有嘅嘢都係外國，所以佢接受好多嘅採訪，電視採訪。佢係政協委員本人有綠卡，佢話已經放棄啦。
佢話我屋企全部人都冇綠卡啦，我已經翻咗嚟啦。我哋喺中國，我哋係愛國嘅，但係佢冇講俾大家知，佢仲有起碼3個仔係美國國籍嘅，另外仲有3個仔女可能都係喺美國嘅，即係佢全家。如果佢係大奶大女係有美國國籍啦，但係即係據說啊，佢自己講放棄啊嘛，翻咗去中國。其他嘅老婆3奶4奶五奶6奶，即係加埋同埋嗰啲仔女全部加埋嗰啲，全部都係美國。咁即係咩意思啊？佢當然唔會同你講啦，係咪？唔會同你講，而且佢嘅家族基金即係擺喺香港喺美國有冇？一定有就唔係錢嘅問題，可能係其他房地產現金其他嘢係一定仲有嘅所以呢啲呢，就係一個標準嘅中國商人喺中國嘅商業環境裏邊嘅一種選擇。你冇得揀，你想做生意，最好嘅辦法就將佢政治化。所有嘅咩收購咩商業戰有咩糾紛你將佢政治化可能香港朋友話你中國人即係中國大陸嗰啲人咧，即係虛偽你講一套，你做另外一套。其實鍾慶後佢咁有錢，喺出邊有其他女人，又生咗個私生仔、私生女呢啲問題，我哋就算我哋唔話佢係啱嘅，但係好常見，都係好普通嘅一件事。但係你將呢一啲事包裝成為一個愛國，呢個就係會變成好好玩啦，好有意思嘅一件事係嘛？即係呢個，因為喺中國嘅呢個環境、政治環境裏邊，當時佢為咗爭奪呢個股權，佢一定將自己變成一個我係中國人，我愛國嘅係嘛？你雖然我有綠卡，但係我放棄啦，因為咩呢？因為我愛國啊嘛，所以當然啦，杭州政府又支持佢啦，下邊其他人又支持佢啦，網絡嘅輿論又支持佢啦，咁就可以順利渡過難關，即係做呢樣嘢。係咪佢錯呢？我哋都冇咁要咁嘅嚴格嘅去要求人哋，就冇需要嘅。但係呢個表示咗喺中國經商、喺中國做嘢係一種好重要嘅一個特點，一種規律。你要講翻香港香港而家喺度做緊中國大陸化，一國一制，所以喺香港做生意嘅人，嗰啲商人，我可以同大家講，未來我喺香港，如果共產黨仲係而家咁樣嘅喺香港一定我哋會睇到越嚟越多嘅富商觸犯國家安全法，信唔信？因為如果兩個商人有糾紛、有爭議，最好嘅辦法係咩辦法呢？就揾佢一個違反國家安全法去告佢，同呢個政府勾結一齊，某啲官員勾結就捉咗佢，指定一個法官嚟審佢嘅案。曾經對住呢個中國國旗踩咗一腳。當然我呢個係講笑嘅搞笑，會唔會有類似呢啲嘢呢？我同大家你放心，一定會出現。你既然變成一國一制，所有嘅香港嘅商人你就要小心。而家暫時香港仲有用處，你仲有同中國大陸唔同嘅地方可能中央政府北京仲驚住唔好搞衰晒呢樣嘢啦未來隨住香港越嚟越變成中國化，變成深圳，變成廣州，變成上海大家會好快脆就享受同樣嘅待遇。因為
香港嘅商人，你有冇中國大陸嗰啲商人咁熟啊？呢一種民族主義嘅操作、政治化嘅操作，你識唔識得咁多其他嘅關係？你同人哋爭奪呢個商業有爭端啊，有呢啲嘢，你有冇呢個本事？你自己衡量一下啦呢個係中慶後呢一單案，娃哈哈呢一單案，可以俾大家睇到中國經商佢嘅最下邊嘅邏輯會走成點樣嘅。咁大家應該有得諗啊！咁中國大陸嗰啲人呢，而家中國大陸係愛國主義高漲，係咪？民族主義好犀利，日日都係打到美國，係嘛？我哋同美國又贏啦，係點嘅。同大家講嘅最新嘅數字，啱啱出嚟嘅，啱啱出台嘅新鮮熱辣。2024年嘅4月到2025年嘅3月1年期間，中國人喺美國買嘅房地產，其他投資唔講，喺美國買嘅房地產係146億美金。呢個數字只係房地產喎，我哋唔知其他嘢，股票啊，佢嘅其他嘅資產，我哋唔計。146億美金買係美國呢個房地產，全部都係住宅，主要係豪宅平均價格70幾萬美金，喺香港唔算貴，70幾萬，但係喺美國係算係比較好嘅屋主要喺加州、New York 同埋馬里蘭、Maryland，全部都係住呢啲華人比較多比較方便啲中國人，而且個報告裏邊講，主要嘅錢全部都係 cash， 冇人去貸款嘅呢啲中國人過嚟。冇人貸款，因為好簡單，佢根本就係轉移資產啊嘛！佢貸款做乜鬼啊？佢又唔係攞嚟投資嘅，係咪？佢轉移資產，由中國攞錢出嚟之後，喺美國買樓、股票呢、債券呢，其他嘅個人資產係幾多當然我哋唔知唔知。我隨便估計，過去嗰1年。投嚟美國嘅800億美金多唔多？一啲都唔多，呢個就係中國社會民族主義高漲，呢個好犀利啊！所有人都愛國嘅下邊嘅一個動作，所以呢個中國人就係咁樣嘅，佢口裏邊講啲嘢，同佢自己做嘅嘢完全係兩回事。另外仲有一單案嘅呢幾日我仲未仔細睇嘅，但係即係好古怪嘅一單案，都係同中國人有關喎。喺加州，喺 LA 洛杉磯就有個人咧就發覺有個中國夫婦喺一間大屋裏邊，即係豪宅裏邊咧，養咗好多細路仔好多細路仔，跟住有一日咧，佢睇到嗰兩個人喺度打細路仔，咁美國佬啦，你一睇打細路仔仲得了嘅，報警警察入咗去一查咧，嚇一跳，一共有幾多細路仔？20幾個，年紀唔同嘅20幾個細路仔，仲有一個管家都係華人，全部都係華人好啦，而家呢個問題，而家喺度嘈，而家仲喺度查緊嘅。呢20幾個細路仔，佢話全部係佢哋。喂，大佬20幾個細路仔，你嘅年紀40幾歲，話你一年生一個，咁就20幾個。你20歲開始生到係嘛？你生到，所以而家要查啲細路仔係咪佢嘅？如果唔係佢嘅，係邊個嘅？咁而家當然好多猜測就可能話有啲中國有錢人、有錢佬。就揾人代孕，懷孕嘅孕，即係揾一個女人，揾一個留學生喺美國幫我生個仔，俾錢生個仔。咁我個仔咧生喺美國，咁就係咩？
美國人啊嘛，美國國籍啊嘛，而家根據美國而家嘅法律啊，以後唔知，而家你係美國國籍啊嘛，咁啊你幫我養住先嚇，我俾錢你，所以即係好多人懷疑咧，佢係咪做緊呢個生意咧？咁啊而家喺查緊，所以好多人喺度出主意啦，就係你哋 DNA 啊測下啊，或者係點啊，即係究竟係發生咗乜鬼嘢事啊？真冇人知嘅。但係所有人都覺得同中國一啲富豪喺美國生仔有關啊。當然呢個係另外一件事啊，查出嚟之後會發生乜嘢係另外一回事。即係中國人咧係咁樣啊，過去咁多年都同中國同美國爭得不得了嘈到不得了變成一個頭號嘅敵人同美國變成中國頭號敵人。但係中國人移民最想去嘅地方就係美國，就係美國。錢去嘅最多嘅地方就係美國，呢個就係有本書嘅名，有錢人睇到嘅同你不一樣，可能係咁啦，係咪？即係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中國人嗰種雙重嘅人格就反映得好明顯啊！所以由呢個娃哈哈宗氏家族我哋傾到咁多嘢，喺香港做生意，如果你做大，尤其同大陸做生意，咁我就同大家講要小心啲啦，陰住啲。同樣嘅嘢，農夫山泉同樣嘅嘢，一定你以後會發生，會見得越嚟越多。尤其喺香港，我估3-5年之內，我哋就會睇到同樣嘅案件啦。好啦，多謝大家，我哋今日就講到咁多啦，下次再見記得走之前訂閱、留言、分享俾 like 俾多啲 like， 咁我哋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就可以有啲交代，係嘛？好多謝大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